为什么中国社会最擅长的从来不是建立秩序，而是在没有秩序的地方迅速找到谁最好欺负？为什么宽恕会被当成软弱，克制会被当成可欺？为什么在中国讲道理的人反而最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为什么在中国善意不是被制度保护，而是被视为可以反复榨取的软肋？又为什么这种以人质、恐吓和翻脸不认账为核心的行为模式，几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还在不断地复刻？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第7章，夜晚的盗贼。7月间的一个夜晚，隔壁在举行婚礼时，教堂被强盗闯入，修士和仆人被闹声吵醒，以为闯入者是没有武装的歹徒，就走到院子里，让房门洞开着。他们认为歹徒一被发觉就会逃跑的，他们在暗中摸索，还以为自己碰上的是别的仆人，但相反地，他们发现自己被强盗包围了。歹徒们充分武装，人多势众，有2-3名仆人受了重伤。史方喜神父头上被斧子轻微砍伤。利玛窦神父点燃灯，看到自己人少力薄，就力图把他们撤退到内室里来，但强盗们朝门内投掷长矛，所以撤不下来，关不上门。屋内全无防御的准备，连根自卫的棍子都找不到。利玛窦神父尽力守卫内室的门，是用恐吓而不是用武器。他手上受了伤，但最后仍设法使大家进入到屋里来。强盗们闯了进来，拼命要打开房门，但房门很牢固，关得很严，抵住了他们的攻击。正在这时，住在教堂里有一个青年学生爬到了房上去，把桌椅木器朝下面院子里的强盗扔去。利玛窦神父从一扇窗户爬进小花园，但脚踝受了重伤，不能走到路上去叫警方。于是他叫4邻来帮忙，但邻人和强盗勾结一起，甚至于欢迎这次抢劫。最后求救的呼喊和倾落在头上的木头足以使盗贼们惊恐，他们一无所得，撤退到附近的寺庙里。他们很可能就是从那里来的。这类事件自然是不能容忍的。第二天早上，长官的第4位助理及当时代理该城知县的黄秀华获得教堂被袭击的消息，他怒火上升，主要是想到强盗竟敢在他的任期间在城区之内进行这样的暴行。他立刻就追查罪犯，由于邻居没有人过问抢劫的事，他断定强盗就是邻人，而且后来证明他是对的。然后他把几个邻居招来，挑出一个住在离现场最近的，对他施以刑罚，同时允许如果他把事情和盘托出，就释放他。他先供出自己，接着又一一供出了其他人，包括一群赌徒，其中就有几个是上一年抛石头的人。这番招供使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惊恐不安，因为其中有些人出身的家庭有相当的地位。代理长官这时叫神父按正规法律手续提出控告罪犯的状子，他们被迫这样做了，但是很勉强。状子措辞温和，说明没有被偷走什么，最后请求长官宽恕罪犯，如果做不到，就从轻判刑。这和中国人打官司的办法大不相同。通常原告不仅夸大罪状，而且还增多被窃的数量，好从打官司中占到便宜。副长官看到状子有点惊奇，尽管他赞同原告人的宽宏大量，他仍然对强盗发火，认为他们竟然袭击了如此能体谅别人的好人。因此他命令把犯人都绑起来，押上公堂。因为告他们的状子很温和，神父又对他们哀哀求告的父母许了愿，他们便没有逃走，并且他们在受刑时有2-3个马上就供认不讳。这时碰巧有一个罪犯在袭击教堂时丢掉了他的帽子，这顶帽子在第一次上诉时就呈送给了副长官。审讯中，犯人一个挨一个在头上试戴这顶帽子，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戴上去完全合适，肯定就是他的东西。中国帽子是按照美人的脑袋制作的，由于它们恰好吻合，所以戴帽子要相当费力地扣押和摆正，除了本人之外，别人戴上都不舒服。这名特别的犯人
就这样根据他的帽子验明正身。其他物证以及他们本人的招供，使整个事情大白。接着宣布对罪行的如下判决：抢劫的首犯被处死刑，其他的人按参与罪行的情况，或罚充当船奴，或发配皇家为奴。这些判决带给神父们无穷无尽的忧伤，他们确实感到对当地公民加以这样的刑罚，外国人是很惋惜的。再者，把这些人的家庭变成敌人，危险也不小，使河对岸这一边的百姓得到一种河岸另一边的人都是强盗的印象，也没有任何好处。此外，神父们随着被告从一个衙门到另一个衙门，与教团也并无帮助。一个副长官的判决并不是最终判决，他尚需交给其他几个官员去审查和批准。使案子的这部分变得糟糕的是，神父们遇袭击所受的伤还没有痊愈。然而，需在各个衙门里出堂这件事，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他把利玛窦神父带到肇庆，在那里有一位朝廷命官，要在总督的省城里审查在邵州所做出的判决。这场审查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因为一切情况都已经供认，而且证据确凿。旅行的好处在于，他为利玛窦神父提供一个看望新教徒的机会，他们得不到精神的指导和教义，而这次访问证明是非常有益的。确实，这些信徒有很多曾到邵州去看望神父，另一些曾去澳门，并增强了他们新的信仰，但还有另一些人，或许是其中的多数，却得不到教诲，几乎又回到他们从前的异教上去。新基督徒的几个孩子在这次访问中受了洗，总的结果是，他们都受到鼓励，坚持信仰，并且得到了丰富的精神安慰。利玛窦在肇庆时，教团接到澳门来函，说耶稣会的视察员已经从日本返回。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天皇正把耶稣会士驱逐出境。视察员神父到那里去恢复了一些秩序之后，认为最好是离开日本，免得惹起那个暴君的愤怒。那是肯定会发生的。如果他发现正在他极力驱逐那里的耶稣会士时，竟又有别的进来。因此视察员神父听从了那里的神父们的劝告，回到澳门来。视察员神父听说邵州所发生的事，就致函利玛窦说，他想和他商谈几桩有关教团的事。他还想要澳门的医师检查一下利玛窦挫伤了的而至今尚未痊愈的脚踝，免得他有永远变成瘸子的可能。于是利玛窦就把他的同伴送回邵州，而自己乘船从肇庆出发，采取最短的路径去澳门。在这次对澳门的极为有益的访问期间，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决定，但他们决定不去动受伤的脚踝，因为利玛窦步履自然，没有给他带来麻烦，除非是他不得不长途步行的时候。利玛窦回到邵州时，发现罪犯们都在囚禁之中，他们的亲戚仍在为他们辩护。而在利玛窦神父回来之后，除非有他陪同，他们从不在公堂出现，也甚至不去公堂。他们确信，那个本应和他们作对的人，乃是他们最好不过的辩护人。中国的法官中有一个法官的特别职务是减刑，他的职位头衔就是因此而得来。他以皇太后的名义行使职权。在中国人那里，太后是皇帝的母亲。每个省都有一个大法庭，即法官的法庭，他对罪犯判刑，其中有一名法官在各自的省内受命担任这个特殊的减刑职务。他履行职责要去查牢房，释放一些罪行较轻的人，减缓对另一些人的判刑。他巡视时特别受到当地法官的尊敬，他要在他们的管辖境内行使权力。我们所谈到的被告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官员之到达邵州，但他对他们没有予以考虑，尽管神父们代他们求情。最后一个批准本案的判刑并有可能改变他的人是钦差，而他还没有做出决定。他到达邵州自然使被告十分惊恐，因为很难指望他会减免已经由7、8个法官所认可的处刑。这时大约50名犯人的亲属们对结局感到恐惧，几乎是绝望，就聚在一起商议，或者不如说是为了报仇。他们在绝望中
为自己的事情在一座庙里向偶像献祭，然后他们共同发誓要把欧洲人驱逐出邵州。他们为此目的拟了份诉状，指控神父们违反中国法令，通过澳门和肇庆不断和外国接触，还声称传教士们在这里修建的不是房屋，而是堡垒。在堡垒之中，传教士们窝藏有40多名来自澳门的外国人所组成的一支边防军。此外，传教士们通过官员把无辜的当地人置于重刑，由此就使他们自身总的说来对于国家，特殊说来对于本镇构成了威胁。所以他们声称出自维护公义的愿望，他们提议并请求把这些外国人驱逐出境。为了博得地方官员的好感，他们送给地方官员一份请求书，要求支持，并提醒官员说，钦差通常都要对这类请求加以审查的。使他们感到不幸的是，法官中没有一个人愿意递交他们的申请书。事实上，另外一些市民劝告他们搁下这份申请书，并警告说它可能证明有害于他们本身。唯一对他们的计划感兴趣的官员是长官的第2副手，他答应把他呈递上去，原因仅在于他和副长官不和，他知道这个长官是教团的朋友。确实正是这位朋友通知了利玛窦神父说，申请书已经递交上来。他还把被告的一些朋友招来，警戒他们要慎重，因为被告还没有脱离危险。他还劝他们不要去惹怒那些替犯人求情的人，因为他们也可以作为原告人出现在钦差面前。他告诉他们，不要认为那些受袭击的人惧怕到认不出明火抢劫他们的人。这个警告使得亲属们非常害怕，所以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计划，并哀求饶恕，然后又哀求利玛窦神父在钦差面前充当他们的辩护人。利玛窦确实是这样做了。当召他作证时，他努力澄清整个事件，趁机替他们的案件说情，超过了他们的请求和期望。他请求钦差对一桩可能有疑问的案子宽大为怀。在这个请求之下，而且知道与案情有关的人，此后不会有人再把他提出来和他为难，钦差也就宁愿赞同被告的亲属所找来作证的几名本城的著名人士，而不再坚持从严审判。他在判决中宣布犯人是盗贼而不是强盗，判以每人各打20竹板，然后开释。亲属们很满意这个判决，当事人自己尽管不那么乐意，多少也满足于免遭应受的惩罚，还免于被定为强盗的丑名，那对他们和他们的亲属都是永远耻辱的标志。神父们对判决感到满意，因为他让这些异教百姓得知基督宽仁的观念。他不仅不寻求报复，反而要加以避免。然而很可以想象得到，那些极端卑鄙的忘恩负义者，以异端的不虔诚报答了这一基督徒虔诚的范例。就在囚犯获释的当天，不再怕受到惩罚，顾某者又提出他们刚刚放弃的指控。他们有200多人，聚众闹事，吵吵嚷嚷地要已经渡河的钦差回来，听取他们对公共安全的要求。长官的第2副手是教团以及副长官的敌人，也是他们的头头，显然想使人知道他就是这群凶徒的教唆者和魁首。在这里加一句，这就和现在的很多中国企业一样，偷偷摸摸从国外的开源地或竞争对手的公司里偷到一点技术，就嚷嚷着遥遥领先。国外一旦发觉，切断供应给他们技术，他们就嚷嚷着卡中国脖子。小粉红真是一群很贱的群体，这种没有一点点信用的做派，在中国文化基因中一直延续到今天，还依然是这一副无赖的模样。就像网友形容的那样，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遥遥领先，让人眼前浮现的是那种尖嘴猴腮的小人形象。好，继续回到这本书。钦差或者是明白闹事者要干什么，不愿容许这种无理取闹，或者是他不想接受一件严重的控告，特别是为一群暴徒所提出的时候。不管怎样，他对他们叫嚣的回答如下：有关公共福利的申诉，不应拖到我走时才成交，诉状应该在我到达时交给我。他就用这些话取消了整个事情，而不肯听他们的控诉。自然，
结果是神父们为胜利而高兴，正如忘恩负义的暴徒们为遭到拒绝而羞愧。他们全心依赖着上帝的仁恩。在这种情况中，神父们始终把个人安全和教团的胜利委之于上帝的特别保护下。这一次，上天的关切仿佛格外明显，当地的百姓竟然无法和他们自己的审判官一起来侵犯两个完全是一帮人的外国传教士的人身。同一个时候，礼部的主管人及第二级的官员叫做尚书的从北京到达邵州，他奉旨正在广东省南海岸，也就是他的老家海南岛，携带着妻小，随从侍卫也很多。从难以确定的这样或那样的来源，他听说到外国传教士所表现出的奇迹。他从来没有离开他所乘的豪华船只登岸去做正式回拜的习惯，然而他却确实到教堂去拜访了神父。不寻常的还有，他和传教士们差不多谈了一整天，而且他十分大方地不仅表示友谊，还赠送贵重礼品。最使他高兴的是，对一些数学问题的解法，他在北京时就已经听说了不少。离别前，他答应在他从故乡回北京的途中，将把利玛窦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文学家不知道怎样加以补救。他的想法是，作为这样一件重要工作的发起人，那会提高他自己的声誉的。作为答拜，利玛窦神父决定登上他那艘美丽的大船。他在船上受到甚至超出他所预期的尊敬而又客气的接待，他们一直交谈到深夜。这次访问中，他的主人谈到，副长官曾告诉他说，神父们在夜里遭到强盗袭击和一些虐待。他深受感动的是，神父们不是为受辱而寻求报复，当这些人已经是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们却做到了把他们的袭击者从罚作船奴和终生徒刑的判决之下解救出来。这种宽仁使他相信，基督教教义是难以理解的尽善尽美，他对这一点赞不绝口。第6章，南雄的信教者。南雄镇有个叫葛胜华的商人，雇有40个人在经营生意。他出生在江西省的太和县，是偶像的虔诚崇拜者。他一生都拜佛，按中国风俗吃斋束身，也就是完全戒食肉、鱼、蛋和乳。他完全靠吃蔬菜、大米和少量的面饼为生。用这种严格的斋戒，他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因为他在无数的中国教派中不能找到真正宗教的痕迹。这个人不知怎样和我们的朋友瞿太素结交了，后者经常去南雄，他的妾就在那里。有一天他们谈起宗教，商人听瞿太素说，邵州有从泰西来的外国传教士，中国人习惯于把整个欧洲叫做泰西。瞿太素告诉他说，他们能向他指点通往天堂和永恒幸福的真正途径，并且劝他去看传教士们，因为他现在已经是60岁以上的人了，应当想到不久升天的事。当他充分听说了神父们真正所做的事情时，他前往邵州，并受到热情的欢迎。既是由于他本人的缘故，也由于他的介绍人的友谊，他说明他来的目的，惊喜地发现了他所期望之外的东西。他为上帝的仁恩所感动，似乎不是在用耳朵，而是在用灵魂来听讲的，并且以一种神奇的虔诚情操接受了教诲。每当他听见他特别喜欢的宗教真理时，他就从位子上站起来，跪下去，按照中国的方式趴在地上叩头，感谢他的教诲师。他天生是安静温和的性情，非常友善，成为所有仆人都喜欢的人。受了充分的教诲后，他在圣洗礼中洗清了他过去生活中的罪，取名为若瑟。从前他是个崇拜偶像的人，习惯行他们所采用的那种赌神的礼拜办法。这时他就问他信奉的这种教需要什么样的宗教祈祷。利玛窦神父的回答是，让他进行圣依纳爵精神修炼第1周的默念。他很高兴地进行了，不久就显得像是个成熟的教徒，而不像是个新望道的学生。他在教团住了1个月，如果不是被叫回家去照顾生意，他还会多留些时间的。他离开时已经受过了良好的教诲，
后来又返回邵州复习他所学过的东西，接受新的指导，用来更详细地规范他的宗教生活。1592年，在斋戒的日子里，恰好赶上中国的新年，利玛窦神父给他的朋友瞿太素送去一份礼物，瞿太素非常高兴，便亲自到邵州来回赠礼物。利玛窦利用他的访问，趁机随他一起回到南雄。对这次旅行，他已琢磨了好一阵了，并且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江西省内有广东省银号的分店；其次，在邵州支持神父们的副长官现在是南雄知县，会欢迎这次访问的。最后，利玛窦渴望把若瑟全家人都接纳入教。瞿太素决定先去通知知县和其余也希望见到外国传教士的人们。不久之后，利玛窦一行人登城，到了离城还有一段距离时，若瑟和他的一些朋友已经在路上迎候。他已经在家里给他们准备好了住宿处，但瞿太素认为自己的家会更好一些，因为官员和知识阶层到这里来拜访，比到商人家里更容易。一到达镇上，他们径直去见副长官，他在官府里殷勤招待他们，大家谈了一阵各种事情。在同一天，他回拜了神父，各种常礼都齐备，穿戴着全副衣冠，这是官员在自己管辖境内拜访绅士时的派场。瞿太素为这次接待举行盛宴，当地的官员和显贵几乎无一例外都仿照副长官的榜样，他们的拜访必须一一回拜。当利玛窦从一家到另一家时，不仅全家人，而且所有邻居都出来看欧洲人是什么样子。事实上，人群是那样多，以致在他访问的整个期间，他都得坐轿子开路向前，但即使那样也阻止不了人们的好奇。有的人会撩开轿帘往里看，有的一直跟随到底，好看他走出轿子。他非常违背自己的愿望，一连几天都进行这种正式拜访和友好招待，但新鲜感很快成为过去。当群众减少时，他就离开瞿太素的家，住到若瑟那里去。住在这里更愉快，也更有用，因为这里尽管客人仍然很多，但并不显贵，他们都为一个目的而来，那就是听神父讲神圣的真理。为此，他有时要花上几乎一整天，差不多没有时间用膳或者做当天的祈祷。即便在晚上，他也要会客，有时拖到凌晨，从而听众不得不留在屋里过夜。在准备他住宿的房屋中，除居室外，还有一间厅堂，里面摆着祭坛，每天早晨都在那里做弥撒。宗教聚会就在这间厅堂里举行。每次聚会开始时，听众都坚持行礼，像是对待他们自己的大官所行的那样。新入教的若瑟成为上帝知道的先行，他已经发布了各种介绍基督教的手册。大批前来的听众之中，只有6个人受到充分教诲可以接受入教，其他很多表现有良好愿望的证据的人则被列为预备入教的一类，延期接纳。其中有这家的4个儿子。这个地方有希望成为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如果能够从教团抽出更多时间的话，甚至于访问他都证明了好处不止一种。后来神父们进入中国内地，这些信徒在协助他们越过两河之间的山岭时，证明很有用处。现在再说邵州，这里也获得了一些成果。几个新信徒已经脱离伪神的专制，从而走入基督的阵营。其中一些获准住在教堂里的人，表现出为上帝服务特别热情。有一个人因为信了基督教，被他父亲痛打，但怎么也不能劝服他再去礼拜他过去所奉的鬼神的丑像。另一些信徒偷偷到寺里去打烂佛像的手足。利玛窦神父听见这些，就警告他们别这样干。他知道要是一旦被发现了，就会惹起一场真正的骚乱，但哪怕他的警告也阻止不住他们。一个仆人的儿子是一个刚领过洗的男孩子，从寺里偷出一尊偶像拿回家去，没有别人知道这件盗窃，但他由于刚才做出的警告，害怕受到惩罚，大家都睡觉时把它扔进厨房的火炉中。它是由香木制作的，散发的味道马上泄露了它的来历。
一个在教堂里巡视的世俗兄弟追踪气味，发现地上燃烧着的伪神，火焰比从下面燃烧它时更加美妙。这个发现报告给了利玛窦神父，那个小四贼被揭发了，但他没有受罚。宽大的神父借口说，错误是由青年的热情所引起的，置而不问。另一名仆人是一个怨灵习者，但还没有入教。他和几个朋友在山路上散步，在荒凉的地带来到一座庙宇，一名基督徒走进去，拉出一尊偶像，对那些怨灵喜的人说，这从前就是你们的神，你们向他下拜过。然后他挖了个洞，把它埋进去，给蛆虫去吃。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但这里加以叙述似乎并无意义。一两个例子就足以表明新基督徒的热诚，以及他们对于自己过去习惯崇拜的伪神所怀有的憎恶。这两个章节的正文部分结束，后面是读后感。读完这两个章节的内容，我们从解读中国文化的视角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司法博弈的荒诞，一顶帽子定的死罪，决定一个人生死和全家荣誉的证据，竟然仅仅是试戴帽子是否合头。这种简陋到近乎儿戏的断案方式，配合上动辄死刑传奴的酷刑，塑造了中国人那种为了脱罪可以不择手段的极度恐惧和狡猾。法律的严酷与证据的随意，迫使民众在面对官司时必然选择行贿、诬告或聚众闹事。第二，农夫与蛇的文化样本，诬告者的底层逻辑。强盗家属在神父求情保住他们的性命后，立刻聚众200人围堵钦差，诬告神父非法接触外国。这种恩将仇报的逻辑在于，他们认为神父的宽大是因为心虚，是因为有把柄在他们手里。这种将慈悲理解为软弱，将法律视为泄愤工具的国民性，正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最难逾越的鸿沟。中国式的无赖文化，其核心就在于消解一切道义，将所有的互动都变成一场不计后果的利益单边榨取。第三，信仰的爽剧化，砸碎神像的快感。新信徒砸碎佛像，把偶像埋进土里，利玛窦试图制止，却拦不住。这反映了中国式信仰转换中一种很可怕的仪式化复仇。他们并不是理解了上帝的爱，而是觉得找到了更强大的新靠山，以此来羞辱以前那个不灵验的旧神。这种热忱本质上是对神性的亵渎，是把宗教降格为底层的义气之争。总而言之，虽然利玛窦在少主的脚踝受了伤，但这伤痕远远不及他内心的震动。他救了那些想要他命的人，而那些人获释后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想要了他的命。既然当一个大善人不仅不能换来邻里的安宁，反而被视为好欺负，从而招致斧头砍杀，那么在这个尊崇孔孟之道的国度，究竟是仁爱在约束人心，还是那种你弱他就欺，你强他就跪的丛林法则在水面之下主宰着一切？那群强盗家属教科书级别的恩将仇报，并不是个别流氓的无赖，而是这种文化基因里自带的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遥遥领先的无底线生存哲学。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3卷第7章夜晚的强盗和第6章南雄的信教者，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